那我现在试试看看。哦，整个肉质真的都锁在里面，我不敢相信，这是平均一片只要100多块的牛排。哇、这个肉的颜色真的很漂亮吧？好好喝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。这次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，没错，就是嫩煎里脊牛排。那我买这个牛排呢，是在美式大卖场买的，然后上面有写哦，这是 USDA Choice 的等级的牛肉。那 Choice 的话呢，是属于这个第2级的，最高级的第1级呢是 Prime。那你这个第2级的 Choice 呢，它也是很适合拿来做牛排的。那希望透过一个比较好的料理方式呢，我们可以做出一块更美味多汁的牛排哦。与其说这是分享，这对我来说更是一个挑战。因为我上次拍的那个煎牛排的影片，是我 dislike 最多的一个影片，而且有很多先进高手们都给我留下很多留言，提供很多很好的建议。那我这一次呢，就再来挑战一次，来做这个嫩煎里脊牛排。希望透过那一些建议做一些修正之后呢，可以做出一份更美味、更好吃的牛排。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。那我们马上来开始料理吧。我们首先呢，先来处理它最外层的筋膜，用手拉起来呢，沿着这个肉跟筋膜的接缝的地方把它切开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们大致去完它外部筋膜的状态。有些筋膜呢是直接陷到肉里面，是没有办法去除的。我们已经尽量把周围那个比较大的筋膜把它去除掉。那我们进入下一步喽。好，我们这个肉呢，事先已经先分切小块一点哈，比较方便储存。那我们现在切出我们需要煎的这个肉出来。那我切的这个厚度呢是切2.5公分左右。那我们切好之后呢，准备一个容器哦，把它放在里面，来开始对它做调味。我们呢，先在上面撒一些盐巴，尽量撒平均一点，手抬高一些呢，会撒的比较均匀。然后在上面撒上黑胡椒，那我们再翻面，另一面呢也一样哦，先撒上盐巴。然后一样撒上黑胡椒。好，做完简单的调味之后呢，那我们就盖上盖子，让它静置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。那这期间呢，可以顺便等它这个肉呢回到室温的状态。那1小时后就可以接着来煎哦。那我们准备一些蒜头，把它切碎。我们准备要来做呢，煮好之后可以调味在上面的奶油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一些奶油，用这个刀子把奶油混到里面去。好，那我们用这种刀子刮下来的奶油呢，就可以很轻易的跟蒜头拌在一起。那等一下煎牛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牛排上面做一个调味，让它更香更好吃。好，那我们用的锅子呢是铸铁锅，那是使用圆形的平底铸铁锅。
然后肉放下去之前哦，这个锅子的温度呢，一定要让它很高，好，烧到非常高的温度再下去煎。那你可以用手碰一下这个把手的地方，如果呢还能够摸，哦，不会觉得烫，那就是还不够热。那如果你轻轻一碰呢，就觉得很烫了，哦，那就是差不多咯。那我们在锅中倒入2匙的橄榄油，再把牛排呢轻轻放进去，那放下去之后呢，让它煎3分钟。这过程中呢，都不要去碰它，就让它慢慢的煎吧。好，3分钟过去了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翻面。好，那翻面之后也是一样哦，也是都不要去碰它。那我们会发现这个表面呢会形成焦焦的这种感觉，那这就是一种类似保护层的功能，可以防止肉汁流泻出来。那你在煎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煎好的那一面呢，不会有任何的肉汁流出来。那如果有发现有肉汁流出来的话，那就是锅子不够热哦，或是煎得不够久。那一样煎3分钟后呢，我们用夹子呢把它夹起来，把周围也煎一下，好，也让它呢形成一些保护层的功能。好，周围煎好之后就可以夹出来咯。那在上面铺上蒜头奶油，铺好之后我们要去烤。那烤的温度是180度，那记得要先预热好哦。煎完之后马上放进去烤，那烤3分钟的时间。3分钟过后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哇，牛排的香味非常的香。好，那我们牛排呢从烤箱中拿出来之后，我们就让它放着哦，先不要动它，让它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再享用哦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哦，这个烤盘上有一些汁哦，这些汁呢其实是奶油流泻下去造成的。那因为我们看肉的边缘哦，可以明显发现肉的边缘并没有再流汤汁出来，所以算是成功的把肉汁封锁在里面哦。好了，我们验收成果的时间到了，那就是我们来切开它，看看呢是不是跟上一次做的真的差很多呢？来，下刀了。好像在开讲一样哦，在切的时候就有感觉到哦，几乎没有什么肉汁流出来哦。你看这个盘子几乎是干干的，它里面的肉呢也是呈现一个有微微樱桃色的状态哦。看这个切面哦，它里面不是说已经煮到烂熟哦，就是很明显看到还有肉汁在里面，汤汤水水的，有没有？肉汁都锁在里面了哦，稍微一掐一下就有肉汁流出来了。那我们马上就来享用咯。那我现在试试看看。哦，真的差好多，整个肉质真的都锁在里面。我不敢相信，这是平均一片只要100多块的牛排。啊、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，就它精华有锁在里面哦。然后可以搭配着一些大蒜来吃，另一种滋味。我是没有去吃过什么
米其林1星2星之类那一种牛排，但是也是偶尔会去那种牛排馆吃哦。可能是我涉猎不够吧，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次。那个光泽有没有？就是肉质还在里面那种感觉，真的是美味的关键哦。那你可以看它肉的上下层呢是比较有焦焦的痕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它锁住肉质的秘诀哦。我觉得光这个嫩煎里脊牛排哦，它虽然只有 Choice 的等级，但是也不错了哦，这是第2级的。但是经由这个正确的料理哦，吃起来是可以非常好吃。那我整个做下来心得就是他在做的时候一个关键，也就是他的目的哦，就是要把肉质锁住。哦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所以中间有很多重要的过程哦，可能我以前都疏忽了哦，难怪会有那么多网友呢，很热心的提醒我。那我觉得这是个蛮不错的成长哦，学到了蛮多。那最后就是总结一下，就是它的处理的过程呢，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事前处理，包括有人跟我说不要用手一直摸啦，所以这次真的就是比较少去摸它哈，不知道是真的有产生影响，但是确实就最后是比较好吃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在煎之前一定要把那个铸铁锅哈弄得很热哦，这也是有网友提醒我，真的很有效。我觉得这个步骤非常关键，铸铁锅温度要非常高，非常高之后呢，再下去煎哦，然后那个时间真的就是一种黄金时间吧，你不能太久，也不能太快，太快那可能那一层焦焦的保护膜还没形成哦，你就翻面了，那就失败了。那太久的话，就是拍里面的肉又太老。哦，所以这个3分钟真的是蛮黄金的时间。那最后呢，蒜头奶油酱哦，是口感跟味觉上的提升啦，吃起来更多层次、更好吃的感觉。那最后进烤箱的这个过程呢，我觉得是要让那个肉哦，再熟到里面一点点哦，因为肉是有厚度的，它还没完全熟到里面去嘛，所以进烤箱让它继续用那个180度去烤，哦，让里面呢更熟成一下哦。哇，哎呀，爸爸，软硬度很适中。下一款，爸爸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对，然后第一口，我们家小多是最讨厌吃肉的，我看他吃了什么反应。好好喝啊！你都还没吃哎，你还这么敢讲？咬得烂吗？有的啦，很好吃哎。啊，真的好吃哦。我要用那个有蒜味的。好，有蒜味的。看，那个肉汁跟蒜味合在一起，很美妙。美味好吃的牛排，我做得出来，你也可以哦。经过正确料理，真的也非常好吃。那我真的要再次谢谢各位网友给我的那一些建议，非常有用。爸爸，几块钱？一片大概150。那我自己觉得我这次挑战算成功了。他也觉得好吃喽。下次我要挑战的是菲力。菲力牛。用这些做法来煎菲力牛排看看，我觉得可能我吃完自己都融化了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爸爸好好吃啊。